下来，回来了。哎呦，老二家的，把那个馒头还有那汤热一下，一会儿赶紧给你嫂子端过来。哎，马上。哎呦，让你娘歇会儿。没事。哎，来，你别烫手，别烫着啊。大家的擦擦。哎呦，啊，擦，谢谢娘。老大家的啊，你瞧你这身衣服，你还是过门的时候那会儿做的吧？旧的都不成样子了。我跟裁缝说了，明天让他给你做2身新的。不用娘，我这个还能穿呢。你现在是在外面做事情的人，你穿的体面，我们陈家就脸上有面子，顺手再给轩轩做2套新的。是要过年了吗？你就知道过年。哎，轩轩，你不是说有话要跟娘说呢吗？娘，你不要太辛苦，每天早点回家多陪陪轩轩。哦，可是娘必须要等到药铺关门了才能回家呀。那你可以多请几个人呀。我觉得送表叔就挺好的。娘，您教的吧？宋二姨今天来了，她那个意思啊，想让你啊给宋表弟啊在药铺里啊找个事儿做。娘，娘，娘。二顺，娘，我回来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打烊了。老板，大哥，可算回来了，可算回来了，整整6年了，可算回来了。2间药铺啊，都没了，都没了。你都干什么了你啊？干什么了？娘，我也不想这样，遇到骗子了。骗子！你不是说你没问题吗？啊？你不是说你爹留下的产业，你大哥留下的产业，你守得住吗？啊？你这是怎么就遇上骗子了？你怎么就遇上？你气死我！你！奶奶别生气。本来好好的，都怪那些骗子，真是丧尽了天良啊！骗子呀，怎么就让你给遇上了呢？娘，二叔做错事了吗？轩，你记住了啊，长大以后可千万不能像他。记住了。轩，来过来，娘跟你说一件娘今天特别丢人的事儿。来坐，我跟你说啊，哎呦，娘，你打我吧，你打我，你打死我！我打娘，你打我，你打我，打我，打醒我，你打死我，打我吧，娘！这以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63、69、54。看来大哥的生意版图比从前又扩张了不少。你要是再增长会更快。大哥手下强将如林，哪里差我这一个无名小卒啊？说这干嘛？哎，说正经的，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？跟我一起去上海吧，正好，你在那儿待了这么多年，人脉肯定很广，你还是留学生啊，上阵亲兄弟呀，你肯定能助我一臂之力。我马上要去法兰西了。这次到北京，一是为了办理留学事宜，二来
想在走之前见见娘，见见大哥，给你们告个别。法兰西？去那儿干嘛？寻找救国救民的良方。你还没干够这个行当。那不是行当，那是我的事业。你的事业应该在这儿。只要国势危亡，政治黑暗，百业凋敝、民不聊生的现状没有改变，我就不会放弃。这么多年，你付出了这么多，家回不去，亲人见不到，你九死一生啊！啊，你为了什么？国家依然这么弱，社会依然这么乱，你做这些还有什么意义？这次不一样了。有什么不一样？我最尊敬的几位朋友，在法兰西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游支部，我要去加入他们。我相信，这一次我们找到了真正的救国良方。说到底，还是不肯回家是吧？家里有你，已经足够。等国家富强，百姓安康，我就回家，专心辅佐大哥，伺候娘亲。说说吧，去法兰西需要多少钱？谢谢大哥，我自己还有一点积蓄，而且我们这次留学的宗旨是勤于工作，俭以求学，以尽劳动者之志士，所以不需要钱了。大哥的话不听，大哥的钱也不用了。大哥，你为我做的已经太多太多了。你说这些干嘛？真拿你没办法。走吧，赶紧跟我回家。娘6年没见你了。老爷，大顺儿，娘想你们了。那不争气的二儿子，把药铺都给弄没了。你说我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？老爷，娘，早点睡吧。哪儿睡得着啊？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今儿怎么过，这以后也怎么过呗。话是这么说呀，这北京的药铺都没了。那华顺药铺不还在吗？您就别担心了。这以后呀，只要有我和轩轩的，就少不了您的。老大家的以后那可就真是要靠着你了。快起来吧，啊！老大家的，有个事儿啊，还得跟你说。您说吧。这
顺回来了，这不能老这么在家待着呀，总得做事干活啊。要不你在华顺药铺，你给他找个差事。这孩子没什么心眼儿，除了让人骗就让人欺负。他要能跟着你，娘心里也踏实。娘，绝不可能。在我原来的计算里，如果北京城里有1/10的妇人用这玉龙粉，每盒可用1月，那咱们陈记药铺的收益便已相当可观呀。可现如今大少奶奶又在这玉龙粉之上叠加了玉龙霜、玉龙液，这收益便是从前的数倍啊！是这个道理。如若我没猜错，这玉龙明眸膏，顾名思义，是用在眼睛周围。正是。那这梦田露呢？这是专供睡前涂抹的，让女性在睡梦中也可以调养皮肤，醒来后容光焕发。哦，还有这说法？高掌柜，拿回去一瓶，回家给夫人试试看。哎呀，那就多谢大少奶奶了。哎呀，这美容方古已有之，并不稀奇，但大少奶奶能发扬至此，佩服佩服啊！哟，高掌柜过奖了，我的初衷也只是为了给陈记药铺增加一些客源罢了。啊，依在下看，大少奶奶的志向应不止于此吧？高掌柜何出此言？如若只是拓展陈记药铺的客源，那大少奶奶又何必买断这女子肖像，又何必在这包装之上着力突出“陈记”二字啊？张老板，如若咱们陈记药铺想把这玉龙粉系列发扬光大，首元药妆愿助一臂之力。高掌柜，您的意思是，咱们两家联手开发销售这玉龙粉，不知陈老板意下如何？哎呀，高掌柜啊，首元药妆乃是当今国药市场数1数2的药妆啊，能够跟你们合作，那是我们陈记药铺的荣幸啊，荣幸！哎，陈老板过奖了，我们首元药妆不过是在长江南北有些人脉而已。如若咱们两家共同开发这玉龙粉，别的不敢说，我们首元药妆旗下所有药号以及合作的数百家药商，一定全力以赴。哎呀，高掌柜，那可真是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承蒙陈老板首肯，那在下便在六国饭店设下薄宴啊，还请陈老板、大少爷一定赏脸。咱们坐下边吃边商讨合作细节。六国饭店正是，不知陈老板哪日有空啊？哎呀，怎么都行，看高掌柜方便。哎，我都方便，还请陈老板定下日子。哦，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晚吧。哎呀，那可太好了哦！还请大少奶奶一定光临。我一定，他也去，他也去。那今晚6点，在下便在六国饭店恭候诸位。哎呀，谢谢高掌柜，告辞了。哎呀，告辞，慢走，慢走。哎，哎呀，陈老板留步，留步，留步，留步。来。在老家的时候，你就说要带我去六国饭店见识见识，没想到还真如愿了。我听说呀，他们那儿吃一顿饭，能抵得过寻常人家1年的开销呢。我还听说，那儿住的可都是洋人。你怎么了？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首元药妆生意那么大，我们陈记药铺跟他们比，
就好像蚂蚁比大象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守元药妆既然能把生意做得那么大，那就说明人家不傻呀，对吧？他们知道咱们陈记药铺能力微末，还主动来求合作，说明是看上了咱们的过人之处。人家都这么重视咱们没理由反而轻视自己呀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我心里总还是觉得别扭。你是不是觉得守元药妆的老板是夏元，所以心里才别扭？爹啊，咱们开个分店吧。一个药铺能做的生意最远不出5里地。你不仅1家2家，你最好就是10家100家。你不仅要在这个北京城里开，你甚至要开到全国各地去啊！大顺呐，知道开个分店得需要多少钱吗？你这回这个军需订单正好不这个挣的钱合适吗？刚刚有点盈余呀，这又开分店，这未免太急了吗？爹，我倒是觉得，的确是得趁热打铁，趁咱这玉龙粉正在势头上，咱赶紧把陈记药铺的名头打出去。就算将来玉龙粉卖不动了，可咱陈记的牌子早已名声在外了。韶华，现在咱们陈记药铺这都有点忙不过来了，再开个分店，你这不是捉襟见肘吗？这分店和老店看似是2处的生意，但事儿上其实还是那些事儿，就是把一半的货呀放到另外1处去卖，等于办1件事儿，赚2份钱。啊？爹，我算过了，刨去这军需订单呀，咱陈记药铺1年的收益，也不过是3000大洋。但是开分店以后就不一样了，2家店1年总收益加起来，那能达到8000大洋。那么多钱，应该多买几亩田地更保险。反正我听说呢，夏元当年就算是借钱，也要在各个繁华药地开设分号，待分号连成一气，对买家那就是店大欺客，对卖家那就是客大欺店。就这么着，才有了守元药妆的今天。对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你陈记药铺有了这个分店，有了名字，那客源就多了呀。你客源多，那货源就好谈了，那这个成本它就可以降下来。你成本降下来了，那挣的钱不就多了吗？说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老板，这件事情是我没办好，我认罚。罚倒是次要的，关键是这生意怎么丢的，自己心里有数了吗？清楚，轻敌了。只顾应酬徐特使，却没料到，这田大少的手段竟然如此下作。可最终这田大少也没有拿到这份订单呐。是啊，被一家小药铺捡了漏。小药铺？多小？陈记药铺。啊，正是那家陈记药铺。这陈记药铺也是运气好。生意场上没有运气，只有实力。是。这些都是你指使人干的。是。大掌柜也是迫不得已呀。是他田大少指使上海的记者攻击我们在先，我是被迫反击的。那上海记者为什么会知道这么详细？田大少跟他们说的。那谁又跟田大少说的呢？这不太清楚了。
你跟徐特使之间的往来，除了咱们自己人之外，还会有谁知道？也就只有八大胡同的几个人知道。八大胡同，当初羽绒粉就是从八大胡同搞出名头的。正是。老板，你是怀疑这件事情是陈继要破干的？不值得怀疑吗？最终的受益者可是他们呀。既然你们都看好，那就开吧，啊！但是啊，咱们说好啊，这老店我来坐镇，分店嘛，就交给大顺还有你们两个来打理。谢谢爹。嫂子，这过去的事儿呢，我跟娘就不跟你计较了。从今往后啊，你带着轩轩老老实实的过日子，你别兴风作浪了。陈二顺，你别以为你仗着娘和威吓宋平，你就能只手遮天了。你别忘了，爹和大顺还有生意上的伙伴，药铺上还有那些伙计和帮工，他们可都非常清楚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现在就去找他们去，让他们看看你陈二顺的嘴脸。拦着！哎，让开！大顺家的，你身为人父，乖张桀骜，忤逆不孝，实在是太过分了！闭嘴！这是我们家的事儿，还轮不到你说话。三爷，你快发句话呀！过分，太过分了！还有你头脑糊涂，任人摆布，你就不配做这个族长。三爷，拉出去！放开我！把他给我关到柴房里去，饿他几天，看他还敢不敢目无尊长。宋平，轩轩呢？轩轩好吗？轩轩好着呢，我一直看着，你放心。我给你送点吃的。宋平，你帮我把这个给解开。我不敢，二顺说了，谁要是放了你，他就打死谁。你别怕他，我就是怕。二顺说了，只要你把什么账本、什么名册交出来，他就放了你。嫂子，你就从了他吧，你斗不过他的。他打人很痛的，我不怕痛，你就让二顺当家吧。我跟你说，自从二顺回来之后，娘可舍得用钱了，顿顿都有肉吃，顿顿都有肉吃就够了。你还想要啥？我要一个公平。宋平，你帮帮我，你偷偷把我给放出去。偷偷的，宋平，其实你心里都知道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他陈二顺说的都是假话，我说的才是真的，对吧？我走了，宋平，宋平，宋平，嫂子，你别讲，日子咋样都是过。宋平，宋平。这个老大家的呀，到现在他也没松口哎。急什么？这才2天，再饿个几天，保准服服帖帖的。二顺哎，你那天你对他是不是有点过分呢？过分吗，娘？
我不一脚踩死他，以他的性子，指不定闹出了什么事儿了，你信吗？这我倒信呢。可是我这2天我这，二顺，你听娘说啊。二顺，你听娘说啊，你爹活着的时候，你爹确实说过，这股份要给他一半，要不看我这么着吧，反正就是办个分店，你就给他就算了。算了，你可真大方。就算爹说了要分股份，那也不是给他，是给我哥的。我哥现在人没了，这股份是不是应该还给咱陈家？你给他，说句不好听的，娘，你就不怕他拿这股份跑了，或者转手送给他娘家人？他送给他，他也是轩轩他娘。你真是老糊涂了。那轩轩长大了是要嫁出去的，嫂子那人气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咱现在让他一步，让他缓过劲儿来，那一口气儿把咱全给吃了。他这孩子性子就是烈，可是你这么关着他，回头出点什么事儿，我这心里……娘，要不你再去劝劝他？这些多少？死当还是活当啊？死当多少钱？活当多少？死当25大洋，活当15大洋。这些首饰，置办的时候至少得100大洋呢。死当吧。得嘞，破铜烂铁一堆，死当25大洋。等等，再加上这个，这么着，我再给你加1大洋，一共是26大洋。那大叔，您这一季大概能收多少子碗啊？1000多斤吧。全部给我吧，我按历史最高价3角5一斤跟您结算，怎么样？当真？当然，我们可以立约为证，而且我现在就可以付您1成的定金。等齐州要事结束那一天，我将付起所有的尾款。好，太好了。但是啊，我可有条件的。第一，就您这些子碗，不能再给其他人了。第二，您给先交货。第三，咱们之间所有的约定，必须严格保密，不能告诉任何人。没问题。用还没有交货的生药抵押，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生意。所谓抵押，不过是以物质钱。虽说生药抵押没有先例，但我手上这批子碗，的的确确是值500大洋的，并不违背以物质钱的根本。但是子碗的价格有高有低啊。那就按上一季子碗的价格2角1斤来计算，我手上这批1500斤的子碗，价值怎么也有300大洋了。而药市上从来都是上一季涨的，下一季必跌；上一季跌的，下一季必涨。所以你们银号并无风险。我最多只能给你150大洋。也行。各位大哥，我这手上是1成的定金，一共是150个大洋。我也没别的要求，就是希望你们把手里这4000多斤的子碗收割之后全部都给我，账期到药市最后一天。我以这4000多斤子碗做抵押。最多给你500大洋。你们不用亲自到药市上去叫卖，也不会被那些药商联手盘剥了。这个好，我借4000大洋，
以我手上的15000斤齐州紫碗做抵押。15000斤，也只值1500大洋啊。这齐州的药市马上就要开市了，也不知道紫碗的价格能不能涨点儿。你一个开典当行的，怎么关心起紫碗了？你是有所不知啊，我手里面有1万多斤紫碗呢。你还别说，我手里还有4000多斤呢。我手上也有齐州紫碗，倒是不多，只有1500多斤。哟，奇了怪了，你们手上怎么都有齐州紫碗？不会你们都要改行做生药生意吧？对呀，你们手上怎么也有啊？我的齐州紫碗是陈家村的陈大少奶奶来抵押的。哎，我的钱也是放给她的，也是以齐州紫碗做的抵押。不会你的生意也是跟他做的吧？坏了，正是他，那有问题啊！